Hello，陈哥。哇哦！你看，他是直接从北京回来，第一件事情就做的这个。哦。这就要看洛尘到底对他是什么感受了。我去看，那是谁开了我公司？给他看了。哇哦！哦。哎呦！天！哦哟！叫啥呀？天到了，很好玩。你有没有猜到可能是我？没有，因为我最晚回来，我都不知道发生了啥。但是你就是别人跟你说你那个被开了，你就完全没有猜到吗？大概能猜到。这么明显的吧？大概能猜到。哎呀，我好来了。不，要坐小火车了。哇，这真的。说实话，这可真不是小火车呀。哇哇哦，这么大。我喜欢这个，我也喜欢这个。我怎么感觉好像回到那个什么哈利波特的那个火车站，变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时光，属于他们两个的时光。这个真蛮浪漫的，是这样。哇，这个也好厉害啊！有氛围。你要坐哪边？坐这儿，有垫子。这个当时我想了好久，我要问什么。我当时也写了很久。这是什么？对方的5个问题是不是？哦，发车喽！没想到跟你聊场天真难。怎么了？为什么很难？小屋里人太多了呀。哎呦！而且我会觉得，如果我不去拿这个卡，我可能在小屋里都跟你聊不上天。那一句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。哇，讲得好。啊，这样吗？我本来其实也不是很敢的。你已经很敢了，我觉得你好几次已经很敢了，你太敢了，太敢了。好喜欢勇敢的人啊！因为前几次我都觉得哇你好像是很冲动，觉得很冲动的人。我确实是一个很冲动，但是我其实，我觉得这是好事儿。理想型的画像。其实这个东西我之前有考虑过，我进小屋之前就想过，我可能可以说一些比较，就是在见到理想型之前，我可以说一些比较具象的点。啊，我明白，我明白这个点。但是当你真正遇到它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其实你之前预设的那些点，它
可能完全跟之前的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给对方设这个标准其实是一种很无理的要求，而且我也不希望预设，因为我一直以来我的一个信条是说，期望越大，失望越大。我就觉得这个人，如果说他真的某一天突然出现，他其实什么样我也不会很在乎。哇，而且你俩相处的怎样，适不适合，只有你俩知道。就是我完全不会是为了那种适配去凑合的那种。你真的还是得找一个你心里觉得是你能够一直爱下去的那个。所以你不是那种冲动型，那别人的冲动会给你带来压力。哇，这问的很好，真好。对，那别人的冲动会给你带来压力。不太会，我觉得，但是也看吧，就是看事情，就好像我不过生日这件事情一样，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想要的都拿不到，所以后来就不要了。那我给你那个北大的那个，你不要有心理负担，我就真的只是那个什么，顺带了一下。突然你给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了那天的那个画面，我就觉得有的正好是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对我听到了，然后就正好回北京嘛，就给你带一个。会有负担的。你不要，那你还给我。哎呀，别，我返给你个其他的好，返给你个其他的好。哎呦，哎，会聊啊，要回礼了。那回来这几件事都是为了乐晨，全是。又是烤鸭，又是社会。那这个呢？你经历的最好和最坏的事，或者说，其实就是对你影响最深的事情。我觉得应该是我成人礼的时候。其实当时他有一个环节，就是要父母给自己的孩子要带一些成人的礼物。当时我跟我爸其实闹了很大的矛盾。但他还是来了。他来了，但是他没有找我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在会场的最后面看着，然后就是他们当天没有给我礼物。他是后来等到我们关系稍微缓和一点了，然后到后来这个项链我一直戴着。就是这个。对。因为我和我爸性格都非常像，都是那种就是很倔，就是不愿意低头。对，不愿意低头的那种。是，但是你也要理解，作为一个男人，可能比较爱面子。他很会安慰人。好好呀。你呢？最好和最坏的事情。对于我来说，就是记忆深刻的几个印象，就是说，第一是我考上大学的时候。你是有多想考上大学？哎呀！其实进了学校之后，我发现，好像我的人生有一点改变了。然后那个时候又加入了国护队嘛，去参加那个社团之后，我就感觉原来我也可以变得自信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的心态上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。哎，你为什么之前会是一个很自卑的人？
他应该是有创伤。你为什么会觉得我自卑？因为你跟别人聊天就很放得开，然后聊的话题就是也能自己找话题，说也能说的很多，除了第一天一直在抠杯子。记得这么牢。你就按狮子座这种标签来说，我应该是一个非常开朗大方，而且一个善于言谈的人吧。但是生活中我确实说话很少，因为家庭的原因，就是我爸妈经常在家里都不说话，就我家里是死气沉沉的那种。认同，我们家也是那种冷冷的。就是我爸妈离婚了，然后，我爸是那种对我特别严厉的人，所以我特别会察言观色。其实两个都是有点创伤的人，他们都需要浓郁的爱。你知道我现在看你感觉好像是什么？其实你内心是有无数种冲动，但是好像就是被那个东西罩起来压住了，对。然后你现在只是留了一些空隙让它长出来，但是并没有完全长出来。对，我朋友就说，其实跟我聊天就会发现我其实很像一个刺猬，就是把自己保护的，就是内里柔软的部分保护得很好，然后把外面很多的刺释放出来。但是实际上跟我真的熟了之后发现，其实我还是一个就是内心特别需要别人能够一眼看破，然后直接过来找到我难过的点，然后来安慰我的人。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很难。也只会有，总会有一个人看破你浓颜掩饰下的脆弱。挺好，治愈彼此。怎么被你说那么搞笑啊？真是的。你是会对一个你自己特别严厉的人，就我不会逼自己逼太紧，但是能在我力所能及范围里，我是想做到最好的。那你会对别人有这种要求吗？不会，我是希望对方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，他们有自己的追求和目标，而不是说我要求他怎么样怎么样。那就相当于，比方说生活和感情，其实你是有比例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空间，对，就是你自己在自己的工作或者是自己的其他什么事情上，你是自己能够独立完成的。我是不希望双方为了对方改变自己太多，就是你肯定是需要有所改变，但是你不能，就是你不能失去了自我那种，还是要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的。那你真的想得很开，因为就是在前几年吧，4、5年前，你在我这个年纪。你想说自己特别幼稚是吧？你说。没有，就是我以前确实是这种心态的，就感觉好像我必须要释放100%、120%、200%的我，好像对方才会喜欢你，我就会一直降我自己的底线的那种。其实我之前也是这样的。所以说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嘛？但是是前2年吧。前年的时候开始，就是我意识到这样不对了，就是完全不像我自己了，我很讨厌这样子。哎，对，我也超级讨厌这样。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再过多的为了对方让自己内耗，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基本上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，就是完全沉浸在那样的情绪当中，就是你的情绪完全被他给带动，完全带动，很恐怖。所以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有独立的一些空间。这个呢？你为什么会想了解这个？没有，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其实有些大部分人会藏着自己的情绪嘛，对吧？
我是那种会藏着。对啊，但是你肯定你的情绪一定会有一个宣泄的出口，肯定会有一个点嘛，就只是看你这个点到底是什么嘛。我一般来说，正常情况下那些比较伤心的事情，是真的会藏在心里的，因为我不希望把自己的难过的情绪带给别人。我可能真的很难受的，会找一些有过相同经历的人。就是还是得找一个宣泄的出口，然后甚至说你去做一些事情。我可能会写日记。啊，你会写日记，每天都写吗？是的，就是每天稍微记一点，然后实在难过了就多写一点，就写出来会好很多。把自己一些比较愤怒的东西给说出来。但你这个方法很好。是对我来说是有用的，因为我要是真的找到另一个人去倾诉的话，我真的会觉得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影响。啊，你会觉得给对方一些压力？对，给对方有很大的压力。我其实也是和那个10几年的朋友，然后我就是基本上憋得不行了，然后我才会跟他们说。我觉得这挺好的，对啊，就是你很难过的时候，你把东西忘记掉了就好了。或者我实在有东西要憋着的话，就是憋不住了，我会可能会找我闺蜜聊，说开了就好。因为我闺蜜非常会安慰人，她很能安慰到我的点上。但是我经常就是会自己跟自己对话，然后我之前打辩论的，对，我就是自己跟自己，就是有一个是乐观的我，另一个是悲观的我啊，对，我就一个人出去散步的时候，在江边走的时候，我就在那聊，就说，然后乐观人就说，就这么点事情，你有什么好悲伤的？对，是这样的。然后后来就慢慢给自己说通了，对，慢慢的自己说通了，你就情绪就好了。所以我真的要找别人去倾诉的话，也是自己先理好自己的情绪，把自己的思绪给捋稳定了。其实自己已经有答案了。对，有答案了，然后再跟他说一下，这样可能让对方再坚定的支持一下自己，就自己的情绪会好很多。